在美国加州的一个普通社区里，住着一位名叫尼克·5177的年轻人。尼克出生时没有四肢，只有一个小脚丫。医生告诉他的父母，这个孩子一辈子都将依赖他人生活，甚至可能无法上学。然而，尼克的父母并没有因此放弃希望。尼克的童年并不轻松，他曾多次尝试自杀，甚至在8岁时想要在浴缸里溺死自己。但就在他最黑暗的时刻，一个念头闪现在他的脑海中：如果我结束生命，会给爱我的父母带来多大的痛苦？这个想法让他停下了自杀的念头。从那一刻起，尼克开始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，他不再专注于自己没有的东西，而是开始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他开始相信自己可以过上有意义的生活，可以帮助他人，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尼克不仅学会了用小脚丫写字、打字、玩电脑游戏，甚至还学会了游泳和冲浪。他获得了会计和金融规划双学位，成为了一名激励演说家，走遍全球，激励了数百万人。如今，他已经结婚生子，拥有了自己的家庭，过上了许多正常人都羡慕的生活。尼克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吸引力法则不是简单的想要，而是一种深刻的内在转变。他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，没有沉浸在自我怜悯中，而是选择了接纳现实，改变心态，专注于可能性而非局限性。这正是吸引力法则的核心，心态决定命运。2006年，一部名为《秘密》的纪录片横空出世，迅速风靡全球。这部电影由朗达·拜恩制作，通过采访24位成功人士，揭示了一个所谓的宇宙秘密——吸引力法则。这个法则声称，我们的思想能够吸引相应的事物进入我们的生活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。《秘密》一书出版后直接登上了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首，吸引力法则也因此成为了许多人追求成功和财富的捷径。然而，现实却是，绝大多数尝试运用吸引力法则的人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吸引力法则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？事实上，吸引力法则确实存在，但它远比大多数人理解的要复杂得多。就像尼克·5177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，真正的吸引力法则不是简单的想要和得到，而是一种深刻的内在转变和持续的行动。吸引力法则失效的5大原因：第一，匮乏心态 vs 丰盛心态。大多数人在运用吸引力法则时犯的第一个错误，就是带着匮乏的心态去想要。当你说我想要成为百万富翁时，你实际上是在向宇宙传达我现在不是百万富翁的信息。这种匮乏的心态恰恰会吸引更多的匮乏进入你的生活。美国著名企业家奥普拉·温弗瑞曾经分享过他的故事。在他事业的早期，他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好、不够漂亮、不够聪明。这种匮乏的心态让他在工作中充满焦虑和不安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，开始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专注于自己的优势而非不足。我开始每天写感恩日记，记录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确幸。奥普拉说，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，我不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，而是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很多。这种丰盛的心态帮助奥普拉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成为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，身价数十亿美元。丰盛心态的关键在于将想要转变为已经拥有，不是说我想要成为百万富翁，而是说我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，我享受着百万富翁的生活方式。这种心态上的微妙转变会产生巨大的差异。第二，试图改变外界而非自己。吸引力法则的第二个常见误区是试图改变外界而非自己。
许多人希望通过吸引力法则让特定的人爱上自己，让讨厌的同事离开公司，或者让某个特定的机会出现在自己面前。然而，吸引力法则只对我们自身有影响，我们无法通过它直接改变他人或外部环境。我们能做的只是改变自己的频率，然后让相同频率的人和事物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我们的生活中。硅谷著名企业家埃隆·马斯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创办 SpaceX 之前，马斯克曾尝试从俄罗斯购买火箭，但遭到了拒绝和嘲笑。面对这种情况，马斯克没有试图改变俄罗斯人的态度，而是决定改变自己的策略，自己制造火箭。当你面对一堵墙时，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试图推倒这堵墙，要么绕过它。马斯克说，大多数时候，绕过它更容易。通过专注于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，学习火箭工程知识，组建团队，筹集资金，马斯克最终创建了 SpaceX， 并成功将火箭发射到太空，实现了他的梦想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吸引力法则不是关于改变他人或外部环境，而是关于改变自己，提升自己的频率，然后让宇宙自然而然地将相应的人和机会带入我们的生活。第三，否定句型的陷阱。吸引力法则的第3个误区是使用否定句型。我们的大脑不会区分要或不要，它只会具象化我们的想法的主体。比如，当你说我不想生病时，你的大脑会自动忽略不想这个词，而专注于生病这个概念。这就像我告诉你不要想象一只粉红色的大象，你的脑海中立刻会出现一只粉红色的大象的形象。前美国总统比尔·克林顿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原理。他没有说我们不会让经济继续衰退，而是说我们将重振经济。这种积极的表述方式不仅更容易被选民接受，也更符合吸引力法则的原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应该避免使用否定句型，不要说我不想要债务，而要说我想要财务自由；不要说我不想要糟糕的关系，而要说我想要健康、充满爱的关系。通过改变我们的语言习惯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，进而改变我们的现实。第四，潜意识信念的阻碍。即使我们在表面上相信吸引力法则，我们的潜意识中可能仍然存在着与我们的目标相冲突的信念。这些潜意识信念往往是在我们童年时期形成的，可能来自父母的教导、社会的影响或者个人的经历。比如，如果你从小就被告知金钱是罪恶的，或者有钱人都是不道德的，那么即使你表面上想要变得富有，你的潜意识也会抵抗这一目标，因为他认为变得富有意味着变得邪恶或不道德。著名演员吉姆·凯瑞就曾分享过他如何克服潜意识信念的故事。在他事业的低谷期，他写了一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给自己，日期是3年后的感恩节，并在镜子上写下每天都有好事发生。我每天都会看着这张支票和这句话，直到它们深深地刻入我的潜意识。凯瑞说，3年后，我确实获得了一部电影的片酬1000万美元。通过持续的自我暗示和积极的思维训练，凯瑞成功地改变了他的潜意识信念，从而吸引了他所渴望的成功和财富。要改变潜意识信念，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，识别那些可能阻碍我们的负面信念，然后通过积极的自我暗示、冥想、可视化等方法来重新编程我们的潜意识。第五，目标过大或过于复杂。吸引力法则的第5个常见误区是设定过大或过于复杂的目标。当我们设定一个远大的目标，比如我要成为亿万富翁或我要环游世界，这个目标可能会因为太过遥远和渺茫，让我们感到压力和焦虑。一个人成功的概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之前是否做过类似的事情。
如果你之前从未赚过超过10万的年薪，那么突然想要赚到1000万可能会让你感到不真实和不可能。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提出了小目标理论，他认为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由无数个小成功累积而成的。通过设定和实现一系列小目标，我们可以逐步建立自信和动力，最终实现大目标。不要试图一口吃成胖子，稻盛和夫说，而是要一步一个脚印，踏实前行。在运用吸引力法则时，我们应该将大目标分解为一系列小目标，每个小目标都应该具有挑战性，但又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。通过实现这些小目标，我们可以逐步建立信心和动力，最终实现我们的大目标。如何正确运用吸引力法则？4步法。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吸引力法则失效的5大原因，那么如何才能正确的运用吸引力法则呢？以下是一个简单的4步法，可以帮助你更有效地运用吸引力法则。第1步，生动具体地观想你的目标。成功运用吸引力法则的第1步是生动具体地观想你的目标，不要只是抽象地想我要成功或我要幸福，而是要尽可能详细地想象你成功或幸福的样子。想象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，开什么样的车，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做什么样的工作，有什么样的感受，越具体越好。美国著名作家杰克·坎菲尔德《心灵鸡汤》的作者曾经分享过他如何通过具体观想实现自己梦想的故事。我曾经梦想住在一个有游泳池的大房子里，坎菲尔德说，所以我剪了一张有游泳池的豪宅的照片，贴在我的梦想板上。每天早晚，我都会花几分钟时间观想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里的情景。我在游泳池里游泳，在宽敞的客厅里招待朋友，在舒适的卧室里醒来。几年后，我真的搬进了一个和我梦想中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子。通过生动具体的观想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目标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变得更加真实和可信，从而增强吸引力法则的效果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将大目标分解为小目标。比如，如果你的目标是减掉20公斤体重，那么你可以先设定一个减掉1公斤的小目标，这样你可以更容易地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，并且在实现后获得成就感和动力，继续向下一个小目标迈进。第2步，注入积极正向的情绪。吸引力法则的第2步是为你的目标注入积极正向的情绪。情绪是一种强大的能量，可以极大地增强或削弱吸引力法则的效果。当我们带着恐惧、焦虑、怀疑等负面情绪去想象我们的目标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向宇宙发送混杂的信号，这会减弱吸引力法则的效果。相反，当我们带着喜悦、感激、期待等积极情绪去想象我们的目标时，我们会向宇宙发送清晰强烈的信号，增强吸引力法则的效果。日本著名作家和企业家本田宗一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创办本田汽车之前，本田曾经历过多次失败和挫折，但他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，相信自己最终会成功。失败是成功之母，本田说，每一次失败都让我离成功更进一步。这种积极的心态帮助本田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艰难时期，最终创建了全球知名的汽车品牌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微笑、深呼吸、感恩练习等方式来培养积极的情绪。研究表明，即使是强迫自己微笑，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们的情绪状态。所以，在观想你的目标时，尽量保持微笑和放松的状态，让积极的情绪充满你的身心，这样可以极大地增强吸引力法则的效果。第3步，用一个词或一句话代表你实现目标后的感受。
吸引力法则的第3步是找出一个词或一句话来代表你实现目标后的感受。这个词或句子应该能够唤起你强烈的积极情绪，让你立即进入已经实现目标的心态。比如，如果你的目标是买一栋海边别墅，你可以用自由、宁静、奢华等词来代表你住在海边别墅时的感受，或者你可以用一句话，如我在海边别墅里享受着日落的美景，感到无比的宁静和满足。每当你想起这个词或句子时，你就会立即进入那种感觉状态，仿佛你已经实现了目标。这种已经的心态是吸引力法则发挥作用的关键。如果你不确定用什么词或句子，可以选择感谢或感恩。研究表明，感恩是一种频率极高的情绪，可以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积极的事物进入我们的生活。美国著名演员威尔·史密斯就经常谈到感恩的力量。每天早上醒来，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感谢。史密斯说：“感谢我还活着，感谢我有健康的身体，感谢我有爱我的家人，感谢我有机会做我喜欢的工作。”这种感恩的心态帮助我保持积极乐观，即使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也是如此。通过培养感恩的心态，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频率，吸引更多积极的事物进入我们的生活。第4步，放松并重复第3步。吸引力法则的第4步是进入放松状态，并重复第3步中的词或句子。当我们处于放松状态时，我们的潜意识更容易接受新的信息和暗示，这使得吸引力法则的效果更加强大。你可以通过深呼吸、冥想、瑜伽等方式来帮助自己进入放松状态。一旦你感到放松，就开始重复你在第3步中选择的词或句子，同时尽量生动地想象你已经实现目标时的情景和感受。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不要过分关注目标是否会实现，或者何时会实现。这种担忧和焦虑会产生负面情绪，降低吸引力法则的效果。相反，你应该专注于当下的感受，享受观想的过程，相信宇宙会在适当的时候将你所渴望的事物带入你的生活。著名企业家理查德·布兰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创办维珍航空之前，布兰森曾经历过多次失败和挫折，但他始终保持着放松和乐观的态度，相信自己最终会成功。我从不担心失败，布兰森说，我只关注我能从中学到什么，以及如何让下一次尝试更加成功。这种放松和乐观的态度帮助布兰森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艰难时期，最终创建了全球知名的企业帝国。吸引力法则的真相：行动与信念的结合。通过以上4个步骤，我们可以更有效地运用吸引力法则。但是，我们也需要明白，吸引力法则并不是魔法，它不会让我们不劳而获。相反，它是一种心态和行为的结合，需要我们在保持积极心态的同时，也采取相应的行动。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尼克·5177的故事，尼克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心态，从绝望和自怜转变为感恩和积极，他还采取了实际行动，学习新技能，克服身体限制，帮助他人。正是这种心态和行动的结合，让他创造了奇迹般的人生。同样，奥普拉、温弗瑞、艾隆、马斯克、吉姆、凯瑞等成功人士也都不仅仅是依靠积极思考，他们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行动。吸引力法则的真相是，它不是让我们坐等好事发生，而是帮助我们培养积极的心态，吸引积极的机会，然后通过行动将这些机会转化为现实。正如著名企业家托尼·罗宾斯所说，行动是最强大的吸引力法则。当你采取行动时，你不仅向宇宙发送了你想要什么的信号，还表明你愿意为之付出努力。这种能量是无法抵挡的。吸引力法则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能让我们不劳而获，
而在于它能帮助我们改变心态，看到更多可能性，吸引更多机会，并通过行动将这些可能性和机会转化为现实。就像尼克5177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看待这些挑战和困难，是将它们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，还是将它们视为成长和学习的机会。当我们选择后者，当我们培养积极的心态，当我们专注于可能性而非局限性，当我们感恩我们所拥有的而非抱怨我们所没有的，我们就开始运用吸引力法则的力量。然后，当我们采取行动，当我们努力工作，当我们坚持不懈，当我们克服困难，我们就将这种力量转化为现实的成果。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真正力量，它不是魔法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思维方式，一种行动方式。所以，下次当你想要运用吸引力法则时，记住这5点：避免匮乏心态，专注于改变自己而非外界，避免使用否定句型，识别并改变潜意识信念，设定适当的目标，然后通过生动观想注入积极情绪，找出代表感受的词或句子，保持放松状态。这4个步骤有效地运用吸引力法则。最后，记住，吸引力法则不是让你坐等好事发生，而是帮助你培养积极的心态，吸引积极的机会，然后通过行动将这些机会转化为现实。正如尼克5177所说，生活中最大的障碍不是身体上的限制，而是心态上的限制。一旦你改变了心态，你就改变了你的世界。愿你能够运用吸引力法则的真正力量，创造一个充满可能性和奇迹的人生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